滔博到底能不能在精英组代表着精英组在今天重创一下大师组的队伍，就看这场 BO5了。否则的话，今天将会是精英组最黑暗的一天。先做好第一步，是拿下一个小局的胜利。没错，先把这个壳给它破了。啊，蓝色方长安滔博，红色方重庆狼队，先慢先选，一上来先搬掉镜。啊，凯的话，狼队也搬掉了。在上一场 BO5 就昨天的比赛里面，狼队是给小胖4局比赛拿了4把弹野。今天不知道是不是依旧保持这种策略。因为小胖在整个夏季赛，我给他算了一下，他的野合占比是35%。其实这个占比的话还可以的，但是不像昨天的比赛了，那就是野合占比0%了。然后后面的话是搬掉了鲁本大师，然后滔博搬掉的是海月。今天海月这么搬，这样搬的话，感觉会出一个大司命啊。公孙离出来先拿，对，先把公孙离拿了，然后看你这边拆不拆东西。狼队正常选的话，他射手上面应该会直接亮一个盗载的戈亚，去压制一下这种公孙离，打对位。对，他也可以把射手放3楼，也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狼队这边直接先亮空宫儿，亮空宫儿的话，其实是有点康的赵思源的。后面就看滔博这个赵思源敢不敢接了。大司命，大司命也拿了。也是怕滔博这边直接是在后2手直接把大司命给选掉，然后配一个苏烈。对，空空儿也是新的本命英雄。这把空加大司命一拿，这河道强度特别高。看滔博怎么选杨戬，杨戬就配朵利亚了，他也没法去出一个苏烈，除非你是直接苏烈加杨戬的话，那杨戬基本上就是走到一个对抗路的。没错。阵容就没有弹性了。双大杨戬，我们在上一场 BO5 也看到双大杨戬，但是在4分钟没有发力之后啊，就显得有些软了。是的啊，戈亚对线打公孙离，盗载本命。盗载的本命英雄，在今年的一整年的比赛当中，他的戈亚是拿出来过13把，也是他所有英雄里面出场次数最多的。是的，后面看看滔博这边要不要找机会给无患拿一手4宫阵。无患这里是比较喜欢用4宫阵的，正好这一把的话，狼队这边又是一个戈亚，而且无患的4宫阵胜率75%。是的，4宫阵的话还能走一手对线优势。给公孙离搬了一手小乔，外面强势中路还有个沈梦溪。狼队给大司命做了一个搬位，搬了真机，来保一下大司命在团战层面的一个位置吧，要不然被真机还有女娲2个点夹得太难受了。那滔博这边没搬沈梦溪，滔博是搬了个嬴阵，那把沈梦溪放出来的话，很有可能是狼队4楼抢一个沈梦溪，然后滔博在蓝色方的4、5楼这边选一个火舞，回他一手。对，就因为这2个英雄全在外面嘛，狼队也没搬。但这个沈梦溪放出来，狼队也没有理由拿。狼队沈梦溪放出来是肯定会拿的。对，他们在子焕这个点上面的话，是非常需要他拿一些前期在中轴对抗上厉害，然后卡河道能力强、支援能力强的英雄。像火舞和沈梦溪的话，在狼队的一个体系里面，优先级都特别高。没错，看滔博的最后2手，夏洛特，然后看最后这个中路。在日之塔上，嫦娥选了一个嫦娥，嫦娥也是一样的，可以在中路上跟沈梦溪打对抗的。对，然后这个英雄的话，他定身技能有时候会限制一下大司命。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个2技能，如果他选不出后的2技能化蝶扇，容易被空空儿的分身给挡。是的，所以还是选嫦娥好一点。关羽，要给樱花。也可以换，也可以换一下，换一个4宫阵，用4宫阵去对位打夏洛特也可以。等一下，要元歌，真的要选吗？龟息在底下馋哭了。其实这把没必要元歌，对，我也觉得没必要。外面能打夏洛特英雄很多，比如说就是你要不直接在对抗路上做强一点，做一个前期很优的英雄，就是拿狂铁，要不然我就是选一个我前中后都可以打的一个4宫阵。但是樱花和龟息都是会用元歌这个英雄的啊，在夏季赛都有出场过，但是都没有赢。还是换成了狂铁，我觉得更稳一些吧。对，现在感觉如果是出元歌的局的话，往往是在对面出张良的时候，对，可以掏一手元歌，效果会很好，因为你可以直接变成对面的张良。对，变张良去捏啊。那这2套阵容出来之后的话，滔博就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中野辅的板子，它就是一个因为它其实更多的是公孙离也会跟着一起走嘛。是的。所以就是双大杨戬
带嫦娥带公孙离这样的一个去跟狼队打对抗的一个板子。而狼队的话，它主要强调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晕眩空空儿，所以晕眩空空儿加上大司命和沈梦溪的这个爆发是可以瞬间开团把人给秒了的，集火能力非常强。是的。 感觉狼队这边的话会更容易造击杀他这个阵容，对，留人能力强，然后在第一轮爆发打上去的时候，冠的输出量会很高。滔博这里的话，我觉得只有等到朵利亚4级之后跟杨戬一起抱着走的时候，才能跟狼队这个对抗一下。这就是核心矛盾点了，就是你朵利亚带个治疗，你要注意走位，不然的话容易被开。对，你不要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如果你在4分钟关键时间节点的话，被空空儿给逮到了，那你就完了。你这个双大杨戬少了一个大，左膀右臂少了一个胳膊。而且朵利亚这个点的话，他前期就是在前期到达4级之后，得跟杨戬绑定的牢一点，因为有时候杨戬去吃集火的时候是非常需要朵利亚的这口治疗，对，有时候就是他这一口治疗才刚刚好可以保证杨戬吃完一套集火之后，朵利亚再给他续上一个大招，让他有一个超强的恢复能力。要不然的话，他可能第2个大还没放出来，人就没了。对的，就是中间需要衔接一下。所以这把这套阵容选出来之后，还是看到有更多的把球在前中期放在申颠的身上，让申颠来去进行突破。但是这局比赛他要面对到的是小胖的大司命。我们在去年年总的时候就说了，小胖在去年年总小胖的大司命的胜率就是非常高的，就2个胜率最高的大司命，一个在今天的评论席，一个在今天的比赛赛场上。所以在今天这第一把比赛，申颠作为一位今年的新秀打野，要面对的是老将小胖，而且面对的是他的招牌英雄。先要做好一个前期布局。不要亏。按道理来讲，他们这个阵容的话，前期保野怪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嫦娥中轴第一波打沈梦溪挺强势，然后公孙离有个2技能，可以稳定的在前期去收野怪。前面经济稳住，基本上就是拼4分钟的一波龙团。SK 教练和张角教练也都是 KPL 的老教练了。SK 教练在今年对于重庆狼队的这一支队伍的打造，主要是开始于夏季赛。夏季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说，当 SK 教练加入之后，重庆狼队似乎集齐了天狼星时代的所有冠军拼图，而他们的这样的组建，在年度总决赛又经过了像刚刚之前的那场采访也聊到了，他其实也很为难，到底这7人大名单上什么？该上谁？对，但最终筛选出这7人大名单，一定是他们内部精挑细选筛选过后的。究竟这一个年总狼队能够走到哪一步，能否达成他们的目标，去到那个最高规格的舞台，一起冲击鸟巢？长安滔博作为精英组，今天精英组目前的情况需要他们站出来，帮助他们首先拿下一个小局，到底是不是这一局？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 BO5 的第一局，蓝色方长安滔博，红色方重庆狼队。我是9瓶子，我是解忧黄超，进入比赛。全军出击！看小胖这里的话是想来对手的3号开的，先看能不能跟沈梦溪拿线权，选择消耗了一波小七这里朵利亚的状态，但自己状态也被消耗的挺多的，那这波只能正常开了，就不好再进对面的野区了。对的。要不然还可以去山豪看一眼，不过山豪这个位置申颠已经在打了，申颠是选择了红开，红开然后打山豪，然后打山迷，然后紧接着顺刷到蓝区。对，这样的话打红的时候还有公孙离帮他提速。对，看一下预测，花海星宇、托米都是看好了重庆狼队的阵容。这阵容在下半图的2人组选择都是自己的本命英雄，非常强势。对，信自己选择的空空儿，道仔选择的是戈亚。上路这是嫦娥放线，直接来帮忙抢空间之灵的，把中路的兵线放给了申颠一个人吃。对的。那这样第一波野区刷完之后，申颠的经济要比小胖高一些啊。而且申颠的话，他还是一个红刀，他红刀的话，他在4级之后的爆发特别高的。对，但是申版要注意，因为狼队刚刚黄超才讲过，这个阵容的集火能力特别厉害，很强。对，如果你不是肉刀，你是红刀。那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被他 rua 了，所以就非常需要出优势。既然这么选择了，他就没有办法打逆风局了。下路对拼了一波，
来等3号刷新，时间算的刚刚好。来看一下这一批，我们2路主播朋友们的预测也都是看好了重庆狼队。哎，来想来一波，是小优第一线交闪。 这波打掉嫦娥的一个闪现之后，嫦娥在后面清线的过程当中就没办法这么强势的顶在正面清了。上路无患目前是一个单人扛压的状态。小同学也想大招抢，没抢到。借此机会消耗了一下嫦娥，不过自己也被反消耗了一波。毕竟嫦娥是开着大招再往回退嘛。对，但这一波小优的位置被信给卡的回中的时候有些远了，绕了一下。这波杨戬过来，杨戬过来帮。 加上朵利亚直接抢中，3轮大招把中给抢了。对，朵利亚也到4级了。这个时候抢线的话，有大就可以直接放。这局比赛因为中单配的不是嬴政嘛，对的，所以他的大招基本上就只能给杨戬了。天级，接着。 小七这一把对他考验还挺大的，他要去平衡一下帮蓝安抗压，以及去跟着升颠小游抢线，他要去权衡他的一个帮忙的时机。对，因为下路2v2的话一定是滔博厉害，但是单对单的话就是道仔这边更强了。上路打了起来，大图开始大招上去洗一波，这位是2技能回了一口，然后被个无患先带走了樱花，但是升颠自己也倒了，那小方这个位置再给个2技能再触发被动，斩掉无患，小方大字面2连击破，这波让小胖直接飞起来了。 与此同时，下路红儿3路长切炫一波，找了小七，然后紧接着小胖又来到了下路，但伤害差了一点点，回头个2技能再吸一下蓝，收不掉小胖，回头要对点吗？对点的话自己状态也不是很好。下路滔博这2人有点难受啊，这状态被耗的。但这2个人可以走了，又是一波。 2路的预测，也都是看好狼队。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个人看好长安滔博这一局。毕竟这场比赛是大师组的，大家都很看好了重庆狼队的比赛，然后再加上历史交手情况，狼队更加占优。但越是这个时候，滔博就越要打起精神来。是的。但现在这个小胖的大司命滔博有些处理不掉，对，打不动他。对。 你双边公孙离现在一直在受压，夏洛特这个时候也没什么输出能力，下路又来了，这一波跟上了伤害，此换收掉了蓝安，这就噩耗频出了。下路直接崩了，从前期就被压到现在，没有缓过一口气。原本想的是小胖这局比赛他在前期上了那个双杀之后已经很肥了，然后看看蓝安能不能把装备顶起来，但是紧随其后狼队就开始把矛头直指发育路，开始压制蓝安。 小胖打得很凶，前面上路那波打完直接传下，继续又打一波，对，然后让道仔和信把蓝安和小七的血量压得更低了，之后又拿完龙，然后道仔加信这2人打得凶上加凶，这就导致滔博目前的局面啊，河道全丢，完全出不来。看上路这一波，是的，一开始是狼队的一个少打多。 但是这个狂铁和大司命的战斗力特别强，对，能顶好久。就樱花吃了一堆的技能，然后紧接着小胖在旁边跟输出，然后史梦溪过来补了伤害，然后紧随其后又来到下路，这下路已经是第2波过来压蓝安了。对的，前面还有一波压，都是连锁反应。是。然后现在小胖已经开始在滔博野区横着走了，而升颠的出装上面，他现在就只能去先裸一个苍穹，来提升些许坦度。本来是准备。 顺一点，上路如果打赢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暗影战俘了。但现在也，现在这个出装其实也有点亡羊补牢了，挺难受的。主要是这个天肥的大司命拦不住，打不动。小胖他只要自己小心一点，不要在反野过程当中被嫦娥定住，然后吃了套急火。而且有一说一，小胖这纯肉的出装，容错率很高，相当高。 他哪怕有一点激进的行为，他应该都能兜得住。这波升颠过来把蓝 buff 保住了，但是因为是一个逆风情况，所以升颠这个红刀杨戬，他可能也有点要扛不住狼队的爆发。现在抢资源的话，都只能先等着狼队打了，然后自己在边上看看能不能用技能去抢一下，去拼一下。对，强线也抢不过。很被动，
5700块，这对位领先1500块了。双边也很肥，打野1号位，双边2、3号位。哎，想找机会，看能不能杀史摩西，应该是可以的。刚好把子焕带走了，然后自己再被三场人炫一波，但是二技能刮一下，然后再回来。不过此时的狂铁赶到，樱花给这个二技能拍起了身巅，最终让小胖收到了神针猎头。工程在旁边跟输出，一技能过去之后点一下，点掉了信，然后自己再换伞回来。滔博这一波还是打赢了的。对，这波神巅打的还是很好的，抓到一波子焕走位，然后直接上去把子焕给击杀掉了，非常果断。而且他击杀完子焕之后，他还能扛好久。狼队直接少了一个重伤点，对，把一个有梦魇之牙的史摩西打掉，然后朵利亚这里的话再给他抬一波，可以让他扛好久。那小胖还想进，有惩击，带着樱花的狂铁，这2个人真的能打3个。嫦娥来了，小胖这时候得退一下了，不是很敢反了。夏洛特也来了，真得走了。开1走了。滔博稍微开始好了一点，但信过来给个星拳，又回了一口。这波红是给蓝安的公孙离拿到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嘉宾预测，全部都是清一色看好神经狼。而且这个是实时的，可以变的。哦，可以跳车是吧？对，可以跳车。那岂不是跳车的输了就很那啥？嗯，尴尬。但目前还没有跳的啊。哎，现在可以感觉到圣殿已经打得很主动了。万华缭乱，哪来的你？就是刚才那一波，让长沙滔博缓了一大口气。主要是现在他这个攻击刀红刀的杨戬，他如果摸到后排确实很痛，可以杀。樱花的心率，最大心率只有130多而已。小胖，然后从右草转左草，戈亚黑沙包弹灌，想去压小七的状态。这波只是清线了，道仔的大招已经交过了。对，抢这一波中抢完之后往回退，但是圣殿一进去了，二技能想集火打大师，大师开出大刀，快把自己回满了。空旷过来之后再给大刀炫一下，想要留圣殿，但是退了回去。真的很能扛啊！小七也把治疗给了圣殿，但是蹲的不错，逼了个闪现，想找机会，不过看能不能回得来。二技能再来一个2，退回来了。哎，小优这个站位太靠前了，闪现被逼，被道仔的黑沙爆弹逼出了闪现。这10分钟前龙刷新的时候，之前2队在疯狂的交技能，一直在小摩擦不断。对你一波我一波，都在逼彼此的召唤师技能。先耗一下道仔和信的状态，要看无患能不能找到进场的机会。嫦娥再耗一波，先消耗一波，但是被空空儿炫了起来，上去要吃集火，一波先带走了小优。与此同时龙坑也在打，但是无患也被打到残血，最终被大司命被小胖给拿掉人头，2连击破的小胖顺势把龙也给收入囊中。滔博倒下3人，中路的话守不住，有兵线，狼队可以拔中1。藏线。这波滔博的阵型感觉是比较差的，因为他这里的话，一个有闪现的夏洛特，他是被狂铁和大司命直接在下侧给卡住了，他没有办法去威胁到狼队的后排。而在右草的小优的这个嫦娥，在前续被逼出了闪现的情况之下，他还要去硬打那一波伤害，去挤那个视野，但是信的这个晕眩空空儿。直接在当时把他给留在了中路右边草丛，对，开到他直接爆发秒。是的，可是，在刚才这一波，信的空空儿在配合队友压2塔的时候，被蓝安找到机会给点死了啊！小胖这个伤害和承伤很夸张，点探草被定住没关系，还有血手。现在滔博他们10分钟那波龙团是想要拼一下的，但是位置是真的不好。所以如果不打被狼队关门，以狼队这套阵容，那滔博什么都拿不到，没错，要被真方景打野了。团战的时候，无患的夏洛特一定得找好位置，他不能再找那种有大司命和狂铁把关的位置了。对，如果空空儿上去把大招炫给了前面的人，那就是无患比较好的进场时机嘛。是的。
他即便是沈梦溪加戈亚两个人双 C 互保的话，也比较难保得住，因为这毕竟是个夏洛特。哎，主要还是因为这局比赛狼队前期啊打得确实漂亮，前期太顺了，上下两路，等于是给滔博打得有点崩了。现在蓝的伤害还可以，几波消耗打得都不错，做出了破晓。哎，狼队在压制高地塔的时候要小心。哇，这波火力，子焕的大招加道仔的大招。 一轮消耗，直接把人打回家了。打回家的话，那下路高地就能直接推掉。对，你没有办法手下高了，兵线刚好就在这儿。滔博现在在高地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非常要看小优的这个一技能，但是空空二又过来给了一个炫，但是还好给了一个治疗术。杨戬进场之后，大招开起来，但是大司命也开出了大招，但只有一个目标，然后开启血手想往回退，看下路的激光门伤害够不够，然后再给段大招配合无患收掉了小胖，防守反击打成功了。 但是戈亚这个黑沙瓜在盖的位置，滔博在中路也不好再往外追了。这时候滔博要慢慢挤出来，这个红 buff 肯定不能让狼队就这么拿走。不想给这个红，一个捏着闪现的夏洛特把狼队给逼走了。这一波滔博把局面缓下来了，伤害已经够了，因为他们从刚才击杀完小胖之后，狼队就已经。 不能再依靠小胖的一个坦度去顶滔博正面人了，扛不住。你射手马上4件套了，无尽也有了。虽然现在经济差还有着4000左右，但是滔博核心该有的装备都已经齐了。 旁边公孙离波一波状态，伤害波的不错，信已经残了。这一波杨戬直接一进人群，一进龙坑，子焕把龙拿到了，而申阶瞬间倒下，下路只能2技能赶紧过龙宫宝，但是小胖似乎不想放你们走，直接1技能往中跟过去，之后大招在这边开起来，触发被动让道仔先收到了小优，然后所有人激活在道仔这个位置被无患给处理掉，人群激活没滑起来，无患还在手中2技能进龙坑还要追，不过最终是被小胖大司命给拿下了。 一波团灭了长安滔博，上路有兵线，狼队可以一波。最后这波的话，蓝虽然说打得不错，把信给点残了，但是升颠进场之后，没有其他队友跟着一起进，脱节了，脱节，没人帮他拆火，吃了个急火，先倒了。然后后续就是狼队的追击，虽然无患进场之后换2个，但是已经没办法了。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拿下第1局。 这局小胖的大司命节奏非常好，打得也非常霸道。